除了东北之外，平均每3个人就有一位东北人的地方，你知道是哪里吗？39个小时的长途跋涉，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三亚，字正腔圆。三亚，我是坐身旁这趟跨海列车上岛的，它是目前唯一能在海南岛上飞奔的绿皮火车，在一堆环岛高铁中显得激励鹤群。作为绿皮火车，当然是广受欢迎，尤其是老年旅客，80%是老年人。每年深秋或初春来往海南岛的火车都会一票难求，满满一车几乎都是北方的老年人。冬天来海南，春天回北方，所以也叫候鸟老人。初6、初7要上班啊，那飞机票能整个上万，飞机票上万。对面床就是黑龙江大庆的老爷子，广州补的车票去三亚，刚上车不怎么说话，结果一瓶白酒下肚，从外贸到制裁，从中美到俄乌，聊得可带劲儿了。嘿，突风，当前坐标北京西站，今天我们将体验从北京开往三亚的王牌列车，直舞动1次。那今天我们从北京西站出发，感受一下跨海列车。传统北京西站开局。这趟跨海列车车次为直舞动1次，北京始发后一路沿京广铁路南下，在广州白云换向换车头，再经由广珠线、广茂线、深湛线、湛海线，然后列车将大卸4块，装进轮船，过琼州海峡登陆海南岛，最后走海南西环高铁中到三亚。本无机车就是这个绰号大番茄的和谐电3D动252号，配属京局京段。作为京广超长交路，它将连续飞奔22个小时，从北京西一路跑到广州白云站，2200多公里，换司机不换车头。没有悬念，我的最爱硬卧中铺。看窗外，20点23分，领先1分钟，直舞动1次列车缓缓驶离北京西站。车刚启动，卖货的小推车就来了。还有手撕鸭，给大家38一只。这物价也不便宜啊！就说这个手撕鸡吧，居然也要38一只。我网购德州扒鸡也就25啊。在两边铁警房的注视下，夜幕中直舞动1次列车沿着莲花池西路徐徐而行。列车依次穿过3环、4环和5环。5环外20点36分跨越永定河。我们这趟直舞动1次列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年前，在粤海铁路跨海铁路轮渡、海南西环线扩能提速改造相继完成之后，2007年4月，伴随着全国铁路第6次大提速，直舞动1次的前身特两动1次正式开通。作为 C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，本次列车除了硬卧、软卧、高级软卧外，还有1节餐车以及位于列尾的2节硬座车、1节行李车。后天凌晨跨海时，硬座车、行李车会单独拆开，整列以3节、5节、4节、5节的形式拆分成4段推进渡船船舱。OK， 欢迎回来，现在距离发车已经过去1小时12分，正在快速通过的是保定站。采调的这列 25T 是由天津开往长沙的直2动拐次，过了保定，省城石家庄就不远了。旁边这列 CH380A 是高6拐35次，刚刚从北京丰台站飞奔而来，和我们一起进国际庄站。下车一看表，22点45分，显然早到了。我们硬卧车厢旁边就是餐车，明火现做，锅气十足，还是有点冷的。上车了哈。这里面比较冷。22点54分，比北京西站始发还要厉害，早2分钟发车。直2动拐次此时刚刚在21站台停稳，现在我们前面是直335次，后面是咬着不放的直2动拐次。3趟车以6分钟的间隔在京广线上连夜狂奔，直到第2天上午的长沙站。视线转回车内，看看我们的车厢。虽然国产 25T 确实没有进口 BSP 那样豪华，但 C 字头毕竟是 C 字头，干净整洁是必须的。例行厕所参观环节，当然厕所也是，没想到吧？还有免费的厕纸。列车上的盥洗区宽敞明亮，记得带好一次性压缩毛巾，很有必要。直舞动1次列车的车厢连接处有吸烟区，除了上船横渡琼州海峡这段时间之外，都能吸烟。缺点是靠厕所的那几个铺位烟味比较大。
凌晨2点10分，郑州车站很安静，但是忙碌的上水工人一刻不停。作为中国铁路的心脏地带，南来北往的列车都要在这一站加水。对面6站台昆明开往长春的直3两6次到点发车，与此同时，与我们间隔6分钟的直2栋拐次匆匆进站。远处的 AD 盖是北京西到西安的动车43次，还是北京西到汉口的动车37次呢？反正他们都不在郑州上下客，但需要计数停车，对，也就是计停。在此之后，我已经决定要对俄罗斯2个实体。此时，我相信本车厢前3个包间的旅客睡眠质量应该都很差。不是这位仁兄，半夜2点了，别公放了行不行？剧透一下，这老铁并不听劝，公放了一个通宵。2 hours later， 不能让武警为美国国手。3，我们得防着俄罗斯。朋友们，至于英国到底给乌克兰提供了6点56分，武汉市汉阳区琴台。汉阳站5局南段和谐电一地动3动9牵引3节硬座1节空电，是通勤车吧？好了，才看中原统，又识武昌鱼，万里长江横越，极目楚天舒。电力客车直5栋1次正在通过武汉长江大桥。过大桥，列车前进方向左边户部巷司门口，而右边黄鹤楼首义公园。跨越五洛路，我们缓缓进入武昌站。这个门能下吗？这门不能下。我才发现隔壁的餐车有一扇很神秘的门，原来是运送食材用的。餐车再往前就是神秘的高级软卧车厢，这种型号为软卧19T 的高软车厢只能容纳16名乘客，舒适程度可想而知。一个包厢2个人，沙发、保险箱、独立厕所，还免费赠送1双拖鞋。价格嘛，从北京去海南2164，比机票还贵。北京时间7点11分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武昌站。想出去透透气，也就透了一口气，然后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我弄完痛了，加上还以为他马上要开车了，结果晚点4分钟发车。早餐推车来了，1份25元，馒头、粥、红薯、炒面、淀粉肠，贵得离谱。离谱你还买？哦，原来这粥就要10块钱啊！后来学聪明了，坚决不买粥。离开武昌站，穿过江夏区，大花岭直访咸宁、赤壁，出湖北到湖南。下去看看，据说有买盒饭。这盒饭有不辣的吗？有微辣的啊，不辣的你到前面那里看一下。有不辣的。买1份元和便当，长沙没白来。对面停着，诶，等等，我们的直武东1次的反向车次吗？当然不是。反向的直武东2次下午4点才能抵达长沙站。打开交路表，我们这趟火车可不仅仅跑北京到三亚，它第1天从长沙跑张家界，再从张家界跑北京西，第2天下午到北京后改跑我们这趟直武东1次，跑一个三亚来回。等它再次回到北京西，已经是第6天的清晨6点了，然后马上跑回张家界。第7天，在张家界停1个小时后，又接着跑直8栋东1次，9点半到长沙，停我们对面。对。直8栋东1次，吊机拉走，例行检修，今晚开始下一轮运行。所以你明白了吗？明天晚上北京西去三亚的直武东1次就是它，因为一跑7天，列车员是没法中途回家的，也就是吃住工作都在车上，非常非常辛苦。所以大家坐车的时候也体谅体谅人家，很不容易。
北京时间10点44分，晚点6分，长沙发车。一旁的直两东拐次则是早点4分，中到长沙。在远处是一直跑在我们前面的直335次被跨了，长沙出发速湘江而上，株洲站我们与中国铁路又一条东西向大动脉相遇，它就是沪昆铁路。旁边是由南局象段和谐电3C 动9拐5号牵引南通开往昆明的快13拐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快13拐这个番号以前是上海到长沙的大白鲨号，也就是现在直2、4拐次的前身，有人记得吗？面配小说上起毛，起毛喵喵喵喵喵。另外，根据列车时刻表，我们的直5东1次长沙下一站是郴州，所以株洲的这次停车感觉也不像技术停车啊，有点诡异哦。余音绕梁，继续往南，跨越雷水，通过衡阳，告别湘江、周家坳、衡阳南、向阳桥、公平墟。附近的雷水边有一个很值得一看的景点——蔡伦竹海。列车也即将由衡阳耒阳市进入郴州永兴县。公平墟的下一站马田墟，也就是马田镇，从镇子往东6里地就是马田矿窄轨铁路。这条轨距762毫米的窄轨，总长度超过13公里，冠绝全国厂矿窄轨。线路、机车、矿用车辆都特别魔幻。这个缝也太大了吧！后面车什么时候到啊？等一下就会来了。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，值得去考察一番。下午1点45分，直5东1次列车通过马田墟站，马田墟的下一站七凤渡站。京广铁路330事故就发生在这个区间。当时消防队没那么快嘛。哦，你们能去的都去了，差不多，这附近都去了。我们2020年3月30日，由济南开往广州的特1拐9次列车行驶到位于永兴县永华村附近，机车撞上塌方体，导致列车脱轨倾覆。事故造成1名乘警牺牲，127人受伤。我身后就是当时330特1 G9次倾覆的现场啊。然后这个造势的土堆就在这里，现在大家能看到它已经做了这个水泥的护坡了，那之前是没有的，之前就跟这个一样。如今事发路段两侧的土坡已经完全被水泥盖起来了。过了七凤渡，前面就是郴州站。14点12分，郴州站对面是西宁到布节的直229次。我们进站时，它已经关上车门，准备发车了。看 LED 已经显示出下一趟进站的快134拐次了。又是15元的盒饭。15块，辣菜辣饭的，2荤2素。这个辣吗？不辣，我们的不辣。不辣，微辣，一点点辣。到底辣不辣？都是辣椒。微辣的。当湖南人跟你说微辣的时候，快134拐次来了，直5东1次走了。14点22分离开郴州，郴州往南溯郴江而上。穿越分水岭隧道，我们告别长江流域，进入珠江流域。一旁的小河在不远处的平时汇入武江，武江在韶关汇真江而改成北江，最终注入南海。15点54分，与快1洞8次擦肩而过，我们进入韶关东站。与此同时，直229次又一次撒腿就跑。这个车站以前叫韶关站，2009年他把韶关让给了武广高铁，改名韶关东。作为普速列车进出珠三角的北大门，韶关东站道发密度很大。就我们停站这点时间，上行方向快拐6次特3拐洞次先后进站，下行方向。Z 字头居然被 K 字头给踩，朋友侬啥意思啊？25T 被25G 踩了，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这其实就是刚刚郴州偶遇的快134拐次，倒反天罡。出韶关，跨真江，继续顺江而下。
交会16点从广州白云出发的动车36次。从吴水到北江京广线这一路风景美不胜收，尤其是夕阳映照河面之时。夜幕降临，广州白云。经过22个小时的运行，广州白云站直武洞1次列车需要换个方向，并更改车次为直武洞4次。是猪头啊！换方向当然就要换车头，而在这个地方换上的车头，当然是地表最强的内燃机车。赶上了，这下赶上了。东风11G 绰号猪头，它是20年前第5次大提速最亮眼的明星，牵引一站直达特快列车奔驰在京沪、京广、京哈等重要铁路线上，造就了夜色南京站你们自己填空的一代经典。高铁时代，它和老搭档 BSP 一样褪去了光环，却仍然在为朴素客运默默奉献。连挂作业完毕，回硬卧车厢啦。不得不说，广州白云站的设计真的让人眼前一亮，而客流更让人止步不前。这一站把车厢再次塞满，不出意外，大多是买不到东北直达海南车票的老年旅客。现在车厢里几乎都是老人结伴去海南岛过冬，据说都是北方刚一供暖就开溜南下。这样的话，家里的暖气费是不是就不用交了啊？除了外国人，他们是去三亚旅游的。有不辣的吧？它都是一锅炒出来的。然后18点35分，直武洞4次列车反向驶离广州白云站。晚餐到位，25块钱。其实还是挺怀念长沙站15元的元和便当的。是啊，25吧。东北大爷来自大庆，是一名退休的石油工人，和老伴儿在海南三亚买了房。不是卧铺吗？我老伴儿没买着，他是定做的。股票在15号那边。那他在15号那边。这次当然是没买到直达车票，才辗转从广州上车的。老爷子的子女每年也要来海南过年，到开春也是抢着回东北。对啊。过完年回大陆的经济舱机票让人目瞪口呆。过完初5、初6、初7要上班啊，那飞机票能涨到上万。飞机票上万，哇！你要买到大陆这边的啊，就是现在海南岛的人吧，不如云南的多。上西双版纳的人就多了。所以新的候鸟基地诞生了，西双版纳。广州白云出发，我们的列车仅仅以直武洞4次的番号向北运行了10公里，驶上江大联络线进广珠铁路后，车次改回直武洞1次，再由沙市联络线转入广茂铁路。城市灯光褪去，我们的直武洞1次列车继续在黑夜中前行，只有偶尔路过的火龙果基地，才能给熄灯的硬卧车厢带来片刻光亮。经过肇庆、茂名，还有一个叫天堂的火车站。最终湛江西站，北京到海南的旅程进入第3天。现在时刻0点34分，对面正是回程的直武洞2次，单线铁路必须等它通过后，我们才能继续前行。站海铁路塘口站到粤海轮渡的海安南站，全长139公里，单线非电气化铁路。从广州白云站开始，一直到海安南站的铁路轮渡码头，直武洞1次列车行驶的线路大部分是非电气化铁路，这就是广州白云站我们挂上内燃机车的原因。3点23分，徐闻站临时停车，这里距离码头还有最后的12公里。12公里说到就到海安南站。很久以前，这个站叫海安站，以至于江苏南通的海安只能拥有一个名叫海安线的火车站。从海安站到海安南站1700公里，让河口南到河口北的距离甘拜下风。说回海安南，直武洞1次列车在广州白云连挂的本务机车已经摘除，粤海铁路轮渡工作人员此时已经上车开始车厢解挂作业。广铁海段驻粤海铁路轮渡北港吊机机车即将就位。工头来了。这个长相奇怪的内燃机车就是轮渡北港驻站吊机，型号东风4DD。看这个图是不是酷似？所以火车迷都叫它狗头。这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你居然能在直武洞1次的车厢里看到直武洞1次的其他车厢。后面硬卧车厢被顶上去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去看看，可能餐车那一边已经能看得到外面。高人车没被拆下来。现在高人是10号车厢，估计10号车厢那一边已经被拆了。哇！
我的天！我们的植物东幺次列车一共有17节车厢，按照5节、4节、5节、3节拆成4组推进船舱。1、2、3、4组是我给编的，为了大家能看明白。这样子全列一共3个断开点，分别在5车6车之间、9车10车之间、14、15车之间。列车先从中部9车10车断开，形成1+2、3+4两组。2列对齐同步推入船舱，为什么要同步呢？个人觉得应该是出于配重的考虑，是不是？于是我赶紧穿过5节车厢前往另一头14车。这时你能看到14、15车之间电气气路管道连接已经全部摘除，也就机械车钩还连着。同样的操作也发生在5车6车之间，这样使得列车进入船舱停稳后能够立刻摘挂进行2次拆分。5点20分，列车缓缓进入船舱。这是船啊！这也是我第一次体验粤海铁，不知道几号。别急，1车、5车、10车、14车还得退回岸上再进一次。1组和3组由船舱2、3古道拉出，退回到栈桥，换条轨道再推回去。对，我们3组停放4古道。推到底，车体上的真车钩和船舱里的固定车钩结合，作业完毕。此时距离到达海安南站已经过去1小时40分了。我们12车旁边是15号硬座车厢，凌晨硬座车厢睡得东倒西歪，也没有几位旅客去留意外面到底是陆地还是大海。留意了也没用，因为车厢里根本看不到海，除非……我看到了什么？距离开船1小时10分，也好啊，海南岛。肉肉提一嘴啊，这也是我第一次来海南啊。横渡琼州海峡20公里的航程也就1小时不到，但加上拆车、装船、出港、进港、离船、装车，耗时就很恐怖了。早上7点10分，也就是靠岸后10分钟，南港驻站狗头来了。我的泡面！同样先拉1组和3组。此时此刻，17.6%的植武东幺次列车迎着清晨第1缕阳光登陆海南岛。大多数旅客虽然知道铁路轮渡的存在，但是现在这车究竟在干啥，还是一脸茫然的。有没有不茫然的旅客？当然有了。上东西啊！咱们刚才海口来。好家伙，不茫然的各位都已经捷足先登了。将来这个不是修桥就是修隧道。看来大家还是觉得这火车轮渡太费事儿。舒服了。好了，14、15车机械车钩连挂完毕，工作人员顺手把气路、电路也接好了。时间来到早上7点半，当我们再次离开船舱，植武东幺次列车已经回到2个小组的状态了。等4组拆分列车拼回一整列，空调发电车就可以给全列供电了。粤海铁路轮渡码头距离海口火车站只有1.7公里，拼回一整列的植武东幺次列车直接由狗头拉进海口站。7点55分，海口火车站。这时距离半夜到达海岸南站已经过去整整4小时了，2站相距才24公里，4个小时已经超出大部分半程马拉松的关门时间了。海口半数旅客下车，留下的大部分中到三亚。经过了35个小时30分钟啊，我们晚点1个小时到达了海口站，这也是我第一次来海南岛。好了。前面应该还有2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
继续行程吧。目前只有直武东1次列车到达海口后继续前行，所以也只有这趟车需要重新加挂机车，其他比如快511次、直111次、直385次，因为装到海口直接狗头拉进车站了事。注意看，我们在海南岛的本务机车已经挂好了，没错，还是猪头。晚点52分钟，直武东1次列车海口站发车，在海南你能看到全国涂装最漂亮的动车组列车。海口出发，我们并没有走西环线，而是直接驶上了西环高铁，也就是海南环岛高速线西段。下穿东西环联络线，来换一个视角。如果你乘坐的是海南环岛动车，一定会在这里划过一个优美的弧线。下面你能看到的就是既有线。其实在2018年之前，直武东1次列车是在下面走的，一路会停陈麦、儋州等车站。哎，对，就是流放苏东坡的那个儋州。一个火车只有4节车厢的。海拉尔到满归。东北大爷还在为我介绍东北的经典火车路线。满归我知道，这几天还在这本书里见过。台风嘛，9月份台风摩羯，袭击海南。东北大爷已经把海南岛当成第2故乡了。从他描述摩羯受灾的表情可以看出，这香蕉树刚种出来，刚种的，这刚种的香蕉树，全倒了。2024年9月，台风摩羯以17级的风力肆虐海南岛。相比西海岸这边，在登陆点文昌，台风一过的话，这光秃秃的。即使时隔2个多月，受灾情况依然触目惊心。9点56分，晚点48分钟。这里是位于海南岛西边的城市东方。东方站总共3个站台，1号、2号站台服务于海南环岛高速线，3站台则是既有普速线专用。东方市中心城区名叫巴索，巴索有一个海南铁路博物馆。很多人会惊讶，海南是有了铁路轮渡才有火车的，为什么还会有博物馆呢？事实并非如此。海南岛的第一条铁路通车于日军侵华时期的1942年，从石鹿矿区到巴索是采用1067毫米轨距的窄轨铁路。1943年，小铁路延伸到三亚地区，而在后面的1个多世纪，海南铁路历经风雨坎坷，直到2007年粤海铁路轮渡通车，才正式接入全国铁路线网。半个世纪的峥嵘岁月都在这个露天博物馆里。北京时间11点15分，在历经38个小时51分钟后，直武东1次驶入三亚火车站。好了，没有悬念，最后一个下车。好了，那这一次的纵贯之旅运转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哇，门要关了，来，行，啊，门关了。你在干嘛呀？我这个包东西太多了。24分了，经过大家看到这个